一直没说话的叶晨，此时心中瞬间闪过多个念头。他不想看到周良运这个宁可搭上性命，也要冒险从罗斯柴尔德家族手中换回四方宝状的英雄人物，在金陵古玩街这种烂糟的地方还要受人欺辱。所以他第一个念头就是给洪武打个电话，让他密切盯着古玩街，只要有人敢找周良运的麻烦，就第一时间扼杀在摇篮里。但他也知道，周良运这种见过大风大浪，连罗斯柴尔德家族都敢硬刚的人，恐怕不会愿意在金陵这种地方还要受人保护。这种人善于解决问题，一点点小问题对他来说，应该还是信手拈来的。思考再三，叶晨决定，还是暂时先不过多干涉，让周良运自己来解决金陵这些地头蛇，自己在暗中关注。只要包括岳父萧长坤在内的虾兵蟹将不要搞得太过分，相信周良运都有能力应对。于是他便故意开口对萧长坤说道：爸，张二毛那小子要是想出了什么主意，到时候你也跟我说说，我也替你参谋参谋。萧长坤哪知道叶晨与周良运现在的关系，还以为叶晨对当初的事情也心有不满，于是便拍着胸脯说道：好女婿，你放心，这件事情有任何进展，爸都一定及时跟你沟通。一旁的萧初然忍不住嘟囔道：老公，爸不懂事儿，你也不懂事儿吗？这种事情你可不要瞎掺和。没，叶晨笑着说道，我也是想帮爸稍微把把关，这种事情肯定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，不然万一事情搞大，把爸给弄进去了，我可没有本事再把他给弄出来。说着，他也大有深意地提醒萧长坤：爸，你心里有气，我很理解，不过我听说张二毛现在可是跟着洪武混的，你可千万不要让他用道上的方式来解决这件事情，不然万一整出什么重伤害来，判你个5年8年，那可就亏大发了。妈有这方面经验，那里面日子可不好过。萧长坤没有什么多余的智慧，所以他也根本想不出什么报仇的方法。他想得很简单，就是让张二毛带几个人跟着自己一起到古玩街去，把周良运暴打一顿。可是现在听叶晨这么说，他心里也不禁有些犯怵，于是他只能郁闷地嘟囔道：就算不能把他打个半死，也至少要让我抽他几10个耳光吧，不然我当初那几个耳光不就白挨了吗？萧初然立刻说道：你可以打人家耳光，但是打完之后别人如果报警的话，那你就是故意伤害和寻衅滋事，轻则拘留你15天，重则进去蹲几个月，你自己掂量掂量。我萧长坤红着脸争辩道：当初他们打我，警察怎么没把他们抓起来？萧初然问他：那你当时为什么不报警呢？我报警，萧长坤气恼地说道，我把他们的瓶子打烂了，他们让我赔500多万，我害怕赔钱，扭头跑了，你让我报警？萧初然看着他，非常严肃地说道：你当时不报警是因为你知道自己理亏，人家又没有什么好理亏的，你现在去打人家，人家为什么不报警？萧长坤一时语塞，只能看向叶晨，一脸期盼地说道：好女婿，你到处给有钱有势的人看风水，人脉肯定非常厉害，万一我打周良运他报警了，你能不能给我找找关系？叶晨毫不犹豫地摇头说道：找不了一点儿也找不了。说罢，他又补充道：看守所里我倒是有熟人，你要进去了，到时候我可以找人在里面照应着你。萧长坤颓然地叹了口气，一向胆怯的他，可不敢像马兰一样去经受看守所的磨练。不过他片刻后重整旗鼓，握紧拳头道：没事儿，大不了就换一种方法报仇，不管怎么样，他既然敢回金陵，我就绝技饶不了他。这个场子要是不讨回来，我萧长坤以后还怎么混古玩街？言罢，他没再多说，转身便出了餐厅。萧初然无奈地看着叶晨，开口道：老公，你平时可千万看好爸，别让他在外面惹是生非。叶晨轻轻点了点头：放心吧老婆，我会的。两人一同收拾好餐厅，出来的时候，萧长坤正坐在客厅沙发上，一边喝茶，一边看着电视。至于马兰，
难得一脸笑容的守在了萧长坤的身边，不停帮他蓄水添茶。见叶晨和萧初然出来，马兰赶紧招呼两人道：“初然、叶晨，你们俩快来坐会儿，尝尝妈泡的茶手艺怎么样？”两人相视一眼，便也在沙发上坐了下来。马兰一边给两人倒茶，一边笑着对萧初然说道：“对了，初然，妈刚才光顾着跟你爸生气，都忘了问你了。你这次去美国帮那个费小姐，她给了你多少钱啊？”萧初然有些不自然地说道：“费小姐给了我200万。”才200万？马兰顿时有些失望，气鼓鼓地说道：“好女婿给人家看个风水都几十上百万的，那才多长时间啊？你去给他帮忙，前后忙活这么久，他才给你200万，也太抠了吧？”萧初然尴尬地说道：“是200万美金。”啥？美金？马兰顿时惊呼道：“200万美金是多少钱？今天汇率是多少？”一旁的萧长坤赶忙拿起手机查了查，脱口道：“今儿汇率7.2块。”我去！马兰激动不已地说道：“这么算来，200万美金，那就是1400多万啊！我的乖乖哟，1000多万，咱家这是发财了。”萧初然忙道：“我也没想到费小姐能给这么多。她之前让我在美国的 JP 摩根办了张卡，说是正常发工资和补贴，没想到临上飞机的时候收到了费氏集团打来的200万美元。他说是给我的辛苦费，可我没干多少工作，哪能要人家这么多钱？所以来的这一路我都在想着怎么给他退回去一部分呢。”马兰连忙道：“好闺女，你是不是傻？是不是傻？人家既然给了，你就安心拿着，给人家退回去算哪门子事儿？这不是往人家脸上吐唾沫吗？”萧初然皱眉道：“妈，你说的也太恶心了吧？这是一回事儿吗？”“当然是一回事。”马兰义正言辞地说道：“有钱人都在乎面子，给你钱你不要，那就是不给人家面子，那不就跟往人家脸上吐口水一样吗？”说罢，他赶紧又宽慰道：“好闺女，这钱你就踏实拿着，千万别犯傻，知道吗？”萧初然坦言道：“妈，我去美国其实也没帮人家多少忙，而且那项目进展也不顺利，现在还有纠纷，搞不好费小姐之前的投入都会打水漂，我怎么好拿人家这么多钱？这钱拿着也太烫手了。”“嘿！”马兰撇嘴道：“头一次听人说钱还烫手的，换作是我，别说200万美金，就算是2根烧得通红的金条，我也敢揣兜里，绝不嫌烫。”说完，他赶忙又道：“你要嫌烫就先转给妈，妈替你存着，等将来你跟叶晨有了孩子，我存着给我外孙上大学用。”叶晨听得一阵好笑，留着给外孙上大学，这话也就马兰能说得出口。200万美金要真给了他，孩子还没生出来，怕是就被他花没了。萧初然也知道自己这个老妈在钱的问题上绝对不靠谱，于是便道：“妈，这件事让我再想想吧。我现在的想法是，如果项目将来柳暗花明，这笔钱我就不给费小姐退回去了，只要她还需要我参与这个项目，我就跟到底。但如果这个项目进行不下去了，那我至少也要给人家退回去一半。”马兰连忙道：“那最多也就退回去一半，要不你先给妈转100万美金，妈去银行买个定期。”萧初然道：“如果留100万美元，我想拿来发展公司，现在正年轻，也正是努力做事业的好时候，钱拿来投入到公司里，肯定比存在银行有意义。”马兰有些不满，说来说去就是不相信妈呗。萧初然无奈道：“妈，我不是不相信你，是这笔钱我真的有自己的规划。这次去美国，我发现很多设计公司都是走高举高打的路线，一边想办法参加各种大赛找机会得奖，另一边则尽全力接大项目来提高知名度，发展方向跟那些4A 广告公司是一样的。我也想把公司的规模提升一下，一边扩充人员，一边高薪挖几个在国内有一定名气的设计师，这样的话，说不定我也能接一些比较大的地产项目，这些钱只是第一阶段的启动资金。”说罢，他看着马兰，又道：“你要是需要钱，我可以给你5万美金，
就当是我孝敬你的零花钱，你也不用替我存着了，完全由你自由支配，我不干涉，这总行了吧？马兰一听能给自己5万美金，顿时笑逐颜开地说道：行，我看行，我闺女就是厉害，事业心竟然这么强了。你这要是真干个国内知名的设计品牌，那咱家岂不是更厉害了？说着，他不禁畅想道：女婿是知名风水师，闺女是著名设计师，咱家就等于是有了2台印钞机，赚不完的钱啊！一旁的肖长坤没想到马兰说几句话的功夫就得到5万美金，心痒痒的他不由得咳嗽2声，道：那个闺女，你现在这么厉害，爸也非常欣慰，不知道能不能让爸也分享分享你的成功。肖初然点点头，好的爸，也给你5万美金。肖长坤嘿嘿一笑，喜不自胜地说道：那我就提前谢谢闺女了。肖初然也不耽搁，立刻掏出手机，便给2人的账户上各转了5万美金。2人收到钱自然是喜笑颜开。马兰看着账户上美元存款5万元的字样，忍不住感慨道：闺女和好女婿要是再往上走走，说不定将来咱家也不比他韩美琴差多少。肖长坤尴尬地说道：怎么又提到韩美琴身上去了？马兰赶紧解释道：我没别的意思，就是越想他混得这么好，我这心里就越不平衡。好女婿说他有多少钱来着？几十亿。叶晨随口道：保守估计10亿美金吧。10亿美金？马兰喃喃道：1个亿就是100个100万，10亿就是1000个，按出然一个项目200万美金算，至少要干500个才行。叶晨赶紧说道：妈，你就别琢磨这个了，人家的钱放银行里1年利息都有几千万美金，有什么好比的？说着，叶晨一想，自己下周还要给韩美琴、贺远江做证婚人，万一马兰这几天再想不通，整点儿什么幺蛾子来，怕是又不好收场。于是他便开口道：爸妈，你们俩这段时间也挺辛苦的，不如找个度假胜地好好玩一玩，就当是2次蜜月了。要不你们俩选个地方，选好了我出钱。马兰一听这话，开心不已地说道：好啊，太好了，我可有日子没出去旅游了，上次去美国也没什么机会好好玩，临走还他妈被人坑了一把。说罢，他看向肖长坤，抱怨道：咱俩结婚的时候你一点都不上心，婚礼没大办也就算了，连蜜月也没带我去度。肖长坤讪笑2声：你那时候都带球跑了，我带你去哪儿度蜜月啊？说完赶紧又道：不过既然好女婿都这么说了，那你就选个你喜欢的地方，就当是补当年的蜜月了。不止马兰很久没出去旅行，肖长坤也很长时间没出去玩过了。上次去韩国交流，本以为是一场爱情与事业的双修之旅，结果没想到去了就被贺远江的光环压制得睁不开眼，甚至连爱情都丢在韩国了。所以那次出门对他来说完全没有半点值得开心的。再加上最近韩美琴要结婚的事情，搞得自己心情也确实不爽。真能出去玩一玩，绝对是放松和换换心情的好机会。更何况是叶晨花钱，自己1毛钱也不用出。马兰一听肖长坤这么说，心里自然也向往不已。于是他问肖长坤：哪儿最好玩？肖长坤想了想，试探性地问道：欧洲，还是马尔代夫、毛里求斯这种度假胜地？马兰忽然想到什么，脱口问道：韩美琴结完婚是不是也要度蜜月？他们去哪？肖长坤尴尬地说道：那我上哪知道去？马兰想了想，脱口道：韩美琴这种喜欢装文艺的女人，大概率会找个什么风景如画的热带岛屿，享受自然风光。我可不想万一跟她撞到一起去，到时候他们住总统套房，走动都是私人飞机，我怕是气都要气死在国外了。肖长坤下意识道：世界这么大，哪能就这么巧遇上他们？马兰认真道：人这个寸劲儿，只要是一上来，喝凉水能塞牙，放屁都能带出屎来。说着，他灵机一动，激动地说道：我想到了，咱就去个俗一点的地方，只要足够俗，就肯定不会跟韩美琴碰上。肖长坤问他：俗一点的地方是哪儿？
新马泰。马兰撇撇嘴，什么年代了还去新马泰？俗可以，但不能穷俗啊，要富俗。说罢，他语气笃定地说道，要去咱就去迪拜，像这种挥金如土、纸醉金迷的地方，打死韩美晴都不会去那儿度蜜月，正好还能好好购购物，花花钱。闺女给这些个美元干啥使？不就是去国外购物血拼吗？嘿，肖长坤竖起大拇指，真有你的，那就去迪拜好了。马兰又看向叶晨，问他，好女婿，你看迪拜怎么样？叶晨点点头，我看行，那就定迪拜吧。马兰故意话里有话地感叹道，好女婿，只是这迪拜的消费可不低啊。叶晨一挥手，爽快地说道，妈你放心，包在我身上。出然不是给了你们10万美金吗？我也给你们10万美金。